上个月我们上线了一支关于私密整形的片子，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，这里有个链接。做这个选题是因为我们当时得知，在所有的整形项目里面，私密整形是在过去这5年来增长最快的一个项目之一。但是很奇怪的是，之前都没有任何人真的把它摊开来，仔细的讲清楚。加上我们又是一个全员女性编导的团队，它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有一些更个人的意义，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说，一起来看看这个题吧。哦，正好编导也在。然后呢，在表现手法上，我们当时就选择了一种非常刺激的方式——体验式报道。这支片子发出去以后呢，也收到了各种各样的评论，有不解的，有不适的，也有表示质疑的。当然，也有一些观众给了我鼓励、支持和关心。其实你们的每一条评论我们都看了，刚好我们也很长时间没有做 Q&A 了嘛，所以就想说借由这次机会，要不然就……这支片子呢，我们一共收到了大概3000多条评论，8000多条弹幕。现在把他们大概分了一个类，选出了一些代表，我们可以用抽取的方式来一点点回应他们。好。李阳，请问小江是自愿的吗？一开始想过就找到一些真正做过这些手术的人，然后我们来聊一下。但是后面发现这种医美手术并不像打个针啊，大家敢分享。如果真的找到了，最多就是以口述的形式，他们回顾一下当时的经历，没有办法从画面上呈现这个过程。所以这个片子当时卡顿了一段时间，然后我突然灵光一现，为什么我不能自己去体验这个手术呢？所以是自愿的吗？是啊。网友说拍起来很不容易的一支片子。首先，我们这支视频的拍摄的方式呢，采用的是非正常拍摄，在被采访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隐秘拍摄。因为我们其实有医美的资源的。如果跟医院合作的话，拍摄上肯定会一路绿灯，但是他们肯定会把一切都准备好，也只是呈现他们想呈现的部分。所以我们最后还是决定，我就带着摄影师去试，能试到几家算几家。当我决定好了我要非正常拍摄之后，我就找了我们摄影师 Nathan 商量一下拍摄方案。你说我们去了医院以后，我们是光明正大的拍还是偷拍？看情况呗，设备都会带着，在很多拍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开放给 KOL 去拍东西的。对，我甚至觉得就是，你就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网红，我就是把你的一个摄影师在那拍，就是你就大胆的跟镜头前面说话啊，我今天来什么，这样子更像。对对，那很好呢 ，Nathan。如果是有人来了之后，我们再隐蔽的拍。好，相信你，有你在，我放心。我们是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当然同时也做了一个最好的打算。第一个是预估，就是完全不能拍，声音我们能够记录下来，这是我们最底线的一个东西。然后其次就是 GoPro 能够全程录起来。它首先比较小，它可以比较灵活的夹在衣服或者是我的包，直接按录制键它就可以拍了。最理想的一个情况就是我的其他设备也能够正常工作，小的相机，因为它更像是一个个人记录生活的一个相机，不会那么大的一个阵仗，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相机能够拍到一些理想化的画面跟镜头。有些医院在面诊的时候，医生是不允许其他人进去的。那先生我们就外面坐哈，就好的。但是我们又想要拍到一些画面，所以我们在面诊之前，我们先进入诊室，就发现其实后面有一些桌子，我们是可以快速的把一些相机给放进去。有些医生他们认得出来 GoPro， 所以他们会要求我们说把 GoPro 放下来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又想要拍到一些画面的话，于是乎我们会打开相机，然后就直接把它给盖在桌子上，然后时不时的可能会把它翘起来，能够拍到一点点的东西。拍摄的角度的话是尽量能够选一个角度，就是不拍到他的私密的地方，但是又可以拍到他腿张开，医生在操作仪器的时候的那些动作，还有一些仪器的细节。所以我的角度基本上都是在 Ginger 头的那一个方向。另外一个就是他还在诊室里面的时候的表情那个反应。回来的时候发现真的有拍到了情绪上很饱满很有张力的素材。我觉得男友大概率是为了拍摄编的借口，喜极而泣。我跟 Nathan 到底什么关系？我现在都有点分不清楚了。我们可能是工作上的好伙伴。说人话。他就是为了拍摄编的借口。当时给自己定的人设就是自带流量的博主，博主的帅气男友，两个人双剑合璧，所向披靡。
Nathan 在我们团队里面有一个昵称叫做老公，所以一定意义上你们的理解是对的，他的确是 Ginger 的老公，但他也是我们所有人的老公。是的。别说小江亲身去经历，我看视频都已经感觉心理压力超大。首先，其实去看诊这个事儿，对一个女生来说压力就挺大的。第一层就是要带你进诊室，第二层就是要想办法让他们同意我们的拍摄。救命啊！走了。在办公室里想象和真实的现场体验完全是两回事儿。开始客服是跟我说是女医生啊。男医生，女医生是咨询，但是手术一定是男医生做。在第一家医院面诊完之后，我经历了一个小小的崩溃。看这个医生好凶啊！救命！原来我真的有点肥大。我觉得医生的言语攻击性很强，我有点接受不了医生那么直接的评价。在检查完之后，我甚至跟他争论了几波。我觉得力度不够，你手力很差，非常差。刚刚没使劲儿。啊，让你使劲，我叫你用了一下力，你没有使劲。我使劲了，就是我没有很使劲。在面诊了2家医院之后，我的心态逐渐平和了一些，开始觉得这件事儿挺正常的。我现在已经不紧张了，我现在随时准备好了，张开双腿迎接那个医生。在面诊第3家医院之后，我觉得我和 Nathan 都有点被医生洗脑了。刚刚那个好专业呀，你觉不觉得？是啊。他顺便把其他的也测试了一下。那女医生还挺 nice 的。除了看诊的压力以外，摄影师还要把这一切都拍下来。我还要考虑从哪个角度拍比较好看，要尽量多拍到一些东西。后期的时候，我首先仔细的过了一遍素材，把一些不能播的画面，比如说露腿露太多的，或者拍到一些比较私密部位的，就把这些东西首先要拿掉。然后还有一些医生会问我一些个人经历的问题，但是后面这些答案我都要剪掉的，把自己好好保护一下，然后尽量突出医生会问什么问题。因为已经是非正常拍摄了，所以被拍摄者的身份需要做到更好的打码跟隐私的保护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请出我们的打码警察，我们的运营老师海伦老师。这支片子应该说是打码难度最高的一支片子了。首先要把所有医生的脸都码上，其实远远不止医生的脸那么简单。为了保护他们医院的隐私嘛，我们把医院的所有 logo 都打码，医生的衣服、门牌、牌匾、纸杯、抱枕、文字稿无处不在。我记得最夸张的是到上片前，我们还检查到一个垃圾桶，大概就2秒钟吧。包括街道的那些牌匾，我们都有打码，就是怕有人猜到这个医院到底在哪。Ginger 的腿我们也做了很好的保护。这个腿码上也很搞笑，就原来就是很正常的腿，然后码上以后就变成白花花一片，就觉得更奇怪了。但是不行，不码不过审，因为片子里面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词汇，包括小阴唇、性生活这些，我们其实有参考硬糖之前发的视频，我们当时都做了谐音的处理。建议一下，针对国内审查就算了，在油管还是希望看到字幕写阴唇，为了抛弃羞耻感和可能存在的错误引导，这个我觉得以后是可以去采纳进去的。但是因为现在这个片子上了，所以就可能在 YouTube 上面也没办法替换，但是我们以后会注意这个问题。这个里面其实有些观众也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，就是我们如何去承载跟把握住主观和客观、冷静和过分情绪化这件事情。当我们在做这支题目的时候，的确不像我们以往的片子一样那么的克制，因为这件事情很 personal。但是为了平衡这种个人情绪化和局限性，我先是查阅了大量的资料，找到了专业的业内医生进行采访，问了分享医美经验的博主，希望可以了解到一些医美医院的情况。我在某养平台上留了自己的微信，想看看会不会有做过私密整形手术的人愿意跟我分享他们的经历。我们当时就找到了9院整复外科的马医生，他在最后说的是，我们上一辈的女性可能生了小孩子宫脱落都没有人管，而这代的女性面临到的是身材的极度的焦虑。同时我们也不单单去了1家医院，我们当时先有了小江去5家医院，然后我们整个办公室其实是整体出动，又去到了不同的医院，所以在人群样本上跟医院样本上尽量想要去做到一些平衡吧。其实大家看诊之后都会有一些奇特的经历，一进去呢，发现那个医院非常的富丽堂皇，是搞得像个宫殿一样的，西装革履的名媛顾问过来引我们去看诊。
那个院长呢也很温柔，他说裤子脱了躺下。那个医生一上来就开始直出要害，他就说你的这个包皮包的有一点点的厚，阴蒂是我们快乐的源泉，你被包住了，你的快乐就被包裹住了。他自己还以身试法跟我说，他自己也有相同的困扰，他结婚5年了，然后没有感受到这种快乐是多么的悲惨。一个是把我的包皮切除，还有一个是打玻尿酸让它更挺立，然后反正就是各种维度上面可以让我就是成为一个幸福女人。当时我在去医院的时候，医生就拿出来了一个项目概览表，密密麻麻，至少看到了得有30-40条，它基本上就是分成施术的部位和解决的问题。然后施术的部位呢，基本上就是分成大阴唇、小阴唇和阴道；解决的问题上面分成紧致、颜色、充盈、横坐标和纵坐标这个维度就可以互相排列组合，然后就会出来很多不同的项目。为了流量做这个，真不觉得恶心吗？我们自己是真情实感的对这个现象有好奇，它是有风险的。其实我们当时要不要做这件事情还挣扎了一下，最主要的是怕上不了片子，怕我们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。这个片子大概是9点多才导出吧，导出之后我们就立马上传了，大概过了10几分钟，然后这个片子就通过审核了。当时真的是很意外，没想到怎么会这么快，同时在线观看的人数都有几千，一夜风流，第二天戛然而止。到8点钟是20，到9点钟是20.1，到10点钟是20.2，我就想说完了，限流了。然后编辑就从后台说，看到我们这支片子因为挑起男女对立，引起纷争，所以给我们做了限流。首先就是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，先去捞它也好，我们想了各种各样的渠道再去解释我们的初衷也好，但最后都是没有办法。作为一个男生来讲，开始跟我们共情了。这视频发出去以后，我觉得好像大家在评论区达到了两性和谐。很多男性观众让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理智的，然后想法也是很健康的。然后小作文看过之后心里久久不能平静，看完这条评论我也久久不能平静。柚子爱喝水讲的她的心路历程，也是我当时模拟的大部分女性消费者会走的路。首先，女观众看到这个之后，年轻的女孩可以知道这件事儿，知道这个行业的存在，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。对于男性观众来说，如果可以促进他们形成一个更健康的对于两性关系、女性身体的认知，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。就是我觉得不论我们最后的流量是怎么样子，更重要的是只要能够让看过这支片子的朋友们去回想到自己的经历，或者是对身边的人也能够对这个议题有一个新的看法，我们做这支片子的意义就达到了。谢谢你看到这里，这是私密整形的 vlog 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如果你还想看到其他片子的幕后 vlog， 欢迎在评论区翻牌其他 PD。最后，如果还没有看过私密整形这支片子，那你还等什么呢？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